弓箭在冷兵器时代是战场上最可怕的致命武器。作为一种威力大、射程远的远程兵器，弓由颇具弹性的弓臂与有韧性的弓弦组成。箭由箭头、箭杆和箭羽构成，箭头多为铜或铁等金属制成，箭杆为竹或木质，箭羽则是鸟类的羽毛做成。弓与箭二者合一，便成为了军队和猎人的重要武器之一。人类最早的弓箭可追溯至约3万年前。早期人类多以采集狩猎为生，而在近距离的搏斗中，人类在猛兽面前处于绝对的劣势。为了能在较远的距离准确有效地杀伤猎物，弓箭的发明便应运而生。正如古书中所记载，衔木为弧，掩木为矢。最早的弓仅只是用单片木材或者竹材弯曲而成，然后绑上动物的受筋、皮条或者麻质的丝线作为弓弦。而箭的制作同样简单，用一根长度适中的树棍或是竹竿，在一头削尖便成了箭。关于弓箭的制作材料上，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中就有了制弓技术的详细总结，其中对于弓的各种加工的方法都有较详细的要求和规定，认为制弓当以干、角、金、胶、丝、漆6种材料最为重要，每一种材料都要从木材、牛角、牛筋、鱼肠等材料里取材，讲究精益求精，反复炼制。那时制造一张良弓往往需要2-3年的时间，而箭的制作同样源远流长。箭杆多用竹制或者木质，大多长约60厘米，宽6厘米。而为了能够准确地命中目标，必须要把握住箭矢飞行的方向，所以人们又在箭杆的尾部装上羽毛。至于箭簇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都是用钢制成的。有趣的是，在古代打仗时，射出去的箭是要回收的，因为箭矢的制作虽然非常简单，但使用数量却非常庞大。古时打仗的时候，时间非常紧迫，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制作出大量的箭。秉持着回收成本更低的原则，同时也为了防止敌方利用，所以回收箭矢就成了一件战后必要的事。至于弓箭的衍生品，通过中国式拉弦法的搭箭手法，生出了一种必须套在拇指上的指环，一般用玉、骨或皮革制成，古称射，后世称为扳指，以此来避免割伤手指或降低射速。扳指对于射手重大的意义，以致清朝王公贵族们最终使其异化成为一种首饰。还有一种与弓箭一同贯穿历史长河的近亲，称作弩。弩是一种装有臂的弓，也被称作倭弓、十字弓，主要由弩臂、弩弓、弓弦和弩机等部分组成。其优势在于它比弓的射程更远，杀伤力与命中率也更高，而且对使用者的要求也比较低，不需要太多的训练就可以操作，即使是新兵也能很快成为用弩高手。弩其作为古代一种大威力远距离杀伤性武器，其射程可达600米，特大型床弩的射程甚至可达1000米。其中古时最大弩箭当属秦弩，一般长到130到145厘米，光是完整的箭就有70厘米上下，由国家统一督造大量生产，其声势威响如怒，一经发射，万箭足以遮天蔽日。其他朝代也有著名的弩箭，譬如北宋神宗时发明的神臂弩，弓身长3尺3，弦长2尺5，射程远达340多步。还有众人耳熟能详的诸葛连弩，传闻由三国时诸葛亮制作，一次能发射10支箭，以其强大的火力成为了防守城池和营塞的利器。纵观人类使用弓箭的历史，中国大多数使用反曲弓，侧面看来与普通长弓不同的弓，两头弓臂末端向外弯曲，相较于同等拥有直臂的弓，反曲弓能够储存更多力量，因此可以比普通长弓造得更短，适用于各种空间狭窄的地区，也方便于马背射杀敌人。日本上也有本土的合弓，其标准长度大概有 2.2 米，其上长下短的构造还会为使用者带来执弓时难以平衡的困扰，因此合弓极其考验使用者的技术水准。直弓的位置主要在弓的下弧部分，长度比例是全弓的1/3，其规格及长度可称得上是世界最大的弓，是日本古老流派弓道的必备之物。
而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英格兰长弓，这是一种源于威尔士的弓形，作为强而有力的中世纪长弓，其弓长度通常约为2米，箭矢也有90厘米左右，威力足够射出100米远，作为英格兰人与威尔士人狩猎及作战之用。用长弓来射击需要进行充足的训练和练习，经验丰富的射手若是瞄准敌人，1分钟内可射出6支箭，若是不经瞄准的话，1分钟就能射出12支箭。英格兰长弓能够令英军成为中世纪晚期欧洲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，主要凭的就是射速快、射程远，并且穿透力强。他们并不会射击个别的目标物，而是聚集成阵，向敌军所占据的区域做出严密射击。在对付步兵时，能够轻易地刺穿普通步兵所穿的皮质护甲；对付装甲士兵时，也能通过用力拉紧弓弦即可刺穿步兵或骑兵的装甲。英法100年战争期间，英格兰人使用的长弓令法国人吃尽苦头，尤其是最为人熟知的1415年阿金库尔战役中，英格兰则更是凭借长弓以射程的优势克制法国的骑兵，以少胜多，取得大捷，为日后英法战争中的英军带来了绝大优势。英格兰长弓的使用记录相当之长，在远古世纪到中世纪战争中都有出现此武器，直到火药发明后，火枪火炮的出现才渐渐遭到淘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弓箭手身为古时战争中的兵种之一，在不少人的印象中，弓箭手的形象也大多如《指环王》等电影中的精灵射手那般弱不禁风，只能在远程射击上发挥作用，一旦被敌人近身，就只能任人宰割。即使是在游戏中，弓箭手也多是脆皮一般的角色，然而现实中的弓箭手战斗力却颠覆不少人的认知，乃是古代战场上最强兵种之一。不但是远程打击的主要火力输出，在近战方面的战斗力也能让其他不少近战兵种汗颜。这是因为弓箭手使用的弓往往都是以弹这个重量单位计数，而一弹相当于120斤之多，足见古代对弓箭手的力量要求之高。所以想要抛射箭矢，没有强大的臂力是万万不能的。比如三国时期的典故辕门射戟，以吕布之勇手持龙蛇弓，远隔150步，一箭平息一场战争。试想，若没有足够的力量，又怎能拉开强弓并百步穿杨呢？此外，弓箭手在战场上当然不可能只发射一支箭，需要连续不断的射击，这就极为考验弓箭手的体能，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力才能持续拉弓。所以说，弓箭手个个都是肌肉猛男都不为过。如今弓箭以及传统弓箭项目也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，弓箭的种类与制作也愈发复杂精致，一些专业的论坛和网站在迅速发展之中，弓箭也作为一项体育竞赛项目，在现代社会渐渐散发出其独特的魅力。如果说工具和武器是人手的延长，那么在火器诞生之前，弓箭堪称是人手的最伟大的一次延长。可以说，直至热武器诞生之前，弓箭都是作为决定性的武器而存在。对此，各位看官有何看法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